欢迎来到兽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兽王模型 G01的这一套大兽神。哎，你看看，最近撞车的东西真的好多呀，所以我一直在说撞车是一件好事啊。想要在竞争之下卖出你的产品，那你的特点在哪儿呢？我们来看看兽王的这一套做的如何吧。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兽王这个会带一个蛇形软管的大地台，这个是在千之恋原版里边都没有的。而且大兽神的这一套合体完以后其实挺重的，再加上摆一些造型，这个弄一个地台支架应该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个支架可以把翼龙架起来，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接头，是插在大宝剑上那个方孔里的，拔下来以后，这个接口是人形时候插霸王龙裆。这次的兽王里边还会附赠一个这样的小工具，也是有一些比较细小的地方不好抠出来，用这个相当于一个起件器，哎，挺方便的。有一份白皮说明书，里边是全彩印刷，翻的千之恋原版的那个，一个一个来看。翼龙该用合金的中间的这一块倒是没有省略，而且涂装做的还是比较细腻的，还可以啊，亮闪闪的。包括这些花纹也并没有显得很肉，翅膀关节的阻尼感还不错啊，调教的挺舒服的。然后顺势我们把这一块拆开，裙夹给它抠下来，插合的位置也并没有特别紧或者特别松的现象，手感上面玩起来还可以。来看剑齿虎，就是感觉啥呢？兽王的拿起来的这个分量感觉是要比原版稍微轻一些的，倒是该有的涂装细节、结构方面都没有省略。后腿的轮子这个地方也有，关节的紧实程度还行，哎，好扎手。这一套千之恋就是到处都是刺儿，玩起来可费手了。而且原版这些锁的地方都存在。剑齿虎的这两根牙转的时候，这个松紧度调的也还可以啊，问题不算太大。但是它修改了一个地方，原先在这个位置里边有一个齿轮关节，它把它取消掉了。其实这又说起来，这一节的齿轮关节在上一集这大兽神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啊，它是不干涉到它最后合体以后的一个脚踝支撑稳定性的，只是一个变形的关节，里边做齿轮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所以兽王这一次把它取消掉了，倒是影响不算太大。脚踝的这个轴明显也是感觉做紧了，把这个撇过来插销锁上，尾巴翻折过来。三角龙细节涂装漆面这些做的倒是还不错啊，兽王的这个漆面喷涂效果可以的。但是吧，三角龙的问题在哪儿呢？它尾巴上面的这个泡转轴特别松，把它叠下去。还有就是后肢的这个脚尖儿，哎呀，可紧了，掰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儿。哎，我们把腿转进去，履带搞出来，前脚，哎，这个关节的轴也很紧。同样，三角龙变形时候的那个齿轮关节也取消掉了，这一块的伸缩滑道做的还是比较舒适的，挺方便的，就揪出来了。然后后边这里不要锁，把盖子打开，如齿象，闪闪亮亮的尾巴，同样是合金的材质，而且这一块挡轴片伸缩滑动的时候也算是比较舒适。没有做的特别紧。他把这个大脑袋最后变成盾牌的时候啊，原版是要握住这个桩子，用手抓住这儿，后边一个插扣扣在手腕上边，这个是非常难操作的，几乎够不到。而且如果你硬要插的话，在原版上面对漆面的损伤特别大。兽王这一次把里边这个扣子的空间给你延长了，而且切下来一个倒角之后，这回就很好上去了。等我们组合的时候再看，脑门打开。这时候这个小工具就派上用场了，跟这儿捅一下，身体变形，这块缩进去，
然后下边这里结合的这两个扣子 ，OK， 这一块的设计真的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我们把这里稍微的拉一下，敲开，然后拨一下裆部这里边的两个锁扣，往外拨，延展开，捏着根部把两个后腿缩短。这边的锁扣注意一下，这儿有个凹槽，我们抠着这一块的，稍微往出压一点点，再扣上去。这个结合锁定就很稳定了。拆的时候也是啊，指甲拨着这里，往下压一点点，就可以解锁开了。哇，这块儿我感觉也做紧了。原先因为是一个抽拉的手肘，所以在活动的时候，还有举起大宝剑的时候，挺容易脱出的。这回兽王做的特别的紧，把这一块扣到位以后，拔出来都是挺费劲的。肩膀这一块的旋转也会非常的紧，揉着点根部。然后是最关键的这个部位，之前平举胳膊会卡到边的地方，先打开，把它拉开，再合回去。里边也是用的合金的。这一块的关键点在于啊，这个扣子解锁开，折上来以后，肩膀要往出拉2档，哎，咯嘣咯嘣2声，拉起来了，在这个里边才不会干涉到。倒是兽王这次改完了之后，你再平举的话，当时胳膊转不回来，问题出在哪儿？就是里边这一圈黑色的零件会刮开这个扣子，把这一块刮开了以后，它就顶在里边出不来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胳膊这一块的设计是这一款大肉神设计最亮眼的变形结构，而肩膀这一块又是它设计最傻的地方。最后来看霸王龙主体的部分，也是这一次改动最大的地方。胯部这里原先是一个齿轮关节，它这回改成了合金加 POM， 没有齿轮音了。膝盖这里的齿轮也取消掉了，变成了一个特别紧的轴，应该也是 POM 对合金的摩擦。然后就是很诟病的松腰的问题，这一回的兽王这个腰做的很紧很紧。这个支撑的稳定性就很坚固了。同时掰开这一块，腰身还是有拉长的，也能拉出来，但这个拉的也挺紧的。哇，其他的地方倒是没有省略。尾巴我们一节一节，也可以把它拔开缩起来。上一个视频我看还有人评论啊，哎，你站不住，你不会把尾巴拉开杵在地上吗？这我也知道，尾巴拉开以后，你杵在地上是有一个支撑的效果，但它里边是活动的轴，尖上边还有这么细的一个点儿，你为了支撑它，用这么危险的一个结构，哎，我觉得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你真要说把这尖儿崴断了，或者说把这里边的关节撇断了，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胳膊的这些轴倒是没有省略啊，而且这松紧度调的也还行。腹部打开，里边的小片片翻出来。龙脖子这一块翻出的时候也是修正过的，不会像原版千之恋那么的卡边了，正常翻就可以出来。嘴巴折进去，稍微的低一低头，折下来，手垫在里边，把脖子的关节拉出来。全部拉高，龙头卡进去，再把肚兜盖上来，然后脖子的这一块有一个小挡边儿，把它锁上。腿部整理一下，放下来。大腿侧面这里有一个弹簧扣，捏着点，把胯锁回去。龙爪子合起来，滑道给它缩进去。然后我们开始结合，前方腿插进去 ，C 型扣子这里卡住，这个地方不论什么版本肯定会掉漆的，这是设计根源的问题。
这没办法，卡进去还是比较顺畅的。它那个 C 型扣子在夹这一块的时候没有做的特别紧，因为外围这一圈啊都是可以包上去的，基本上不会松脱开。这一块扣住，这2个扣子扣上去也是挺结实的。调整一下胳膊，这块挂上，胳膊的这2边包过来挂上。灵活步骤，开脚，这一块双关节插过来。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体的头雕问题出在了哪里？眼睛做小了，而且做的靠上了。现在就看起来吧，你从正面看，眼睛就是一条缝儿，这个样子肯定是不好看的。不过厂家反馈说，等大货的时候会把眼睛这块修复过来。翅膀卡进去，就又用到了这个小工具，哎，很方便了就，嘿嘿。小工具带的很，把炮卡进去，扣上胸甲和裙甲。裙甲这一块的松紧度也是之前原版的一个重灾区，这块做的太松了，现在兽王也是把它调紧了，撑的稳定性很不错。看，完全没有问题，单手提着都掉不下来。手握的这个握把里边，它本身就有一个扣子了，你得把这一块插住，然后再对准手腕上方这个地方，哎，把它嵌进去，哎，兽王这个盾牌就很轻松的挂上去了。这扣子主要是切了一个倒角，而且把中间的空间延长了，挂的还很稳固。打键。大件的这个扣子插上去也是挺紧的，不用手指的握力，这个基本上掉不了。最后我们把支架拿出来，顺着裆部这里的2个插槽，跟这样插进去，拖住这一块的关节。还别说啊，这个蛇形软管支撑上去以后还挺稳定的。现在双脚都是离地的状态。那也是总结一下吧，兽王的这一套大兽神，其实该有的一些结构和原版的一些美型，包括它的涂装处理，倒是都有能很好的还原出来。在修正一些位置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取舍的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们喜欢 POM 加合金这种轴动关节更加的紧实，而且摆动姿势的时候会更万向。但是对于我这种齿轮关节爱好者来说，这一套取消掉了那些叮当作响的齿轮，不免觉得让人有一些可惜。但换来的是更加紧实的关节和你想要摆造型的时候一些细微角度的调整，没有了齿牙的限制。原版通病的几处修复，比如说大象的这个插扣、裙甲的松紧度，以及手握这把大宝剑的一个插扣松紧度，这些都得到了很好的调整。腰部这是最关键的，做紧了之后，这个摆放完全没有压力，支撑性很好。肩膀的这一块吧，我感觉它修的不是很彻底。虽然说也能正常的抬胳膊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绊到。厂商的说辞是什么呢？怕是将来以后跟大龙神合体的时候，肩膀这一块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就照着原版的做了，没敢改，只是在边缘的一些地方做了一个倒角的细微处理，让它不至于那么的卡。反正就由我把玩下来，目前感受啊，第一个脑袋的问题，眼睛做小了，而且靠上，这个等大货的时候会修复。一些关节做紧了，支撑起来会更加的稳定，但是换来把玩的时候你挺费劲的，有一些转轴，当然变形的时候会更加的吃力。其他方面做工品质这些问题倒是不大，598块的一个定价，其实性价比方面来说还是可以的。最关键的还是加入了这个地台，不管是合体形态的一个支撑，还是在分体形态鸟支撑在上边的效果也是挺好的，很贴心的小零件，把玩的时候用这个东西撬一下很方便。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套兽王模型的大兽神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